老頭子，我今年快50歲了。老實說，前幾年我也常常看着鏡子裡的自己，想着我真的就這樣老下去了嗎？那些白頭髮、關節的痠痛，還有在職場上開始被年輕人叫大哥的尷尬，這些都在提醒我，人生下半場已經開始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到了快50歲或者已經過了50歲，心裡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悶。不是說過得不好，但就是覺得日子變得有點重複，有點無聊，甚至開始对未来有一种莫名的焦慮啊。我們害怕自己跟不上時代，害怕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更害怕自己變成那种嘴碎固執、討人厭的老頭子。如果你也有這種感覺，那我今天想聊的這本書，松浦彌太郎寫的《50歲後我想這樣過》，可能剛好可以給你一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松浦彌太郎這個名字大家應該不陌生，他被很多人封為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他寫過很多關於生活美學的書，教大家怎麼買東西，怎麼整理房間，怎麼過有質感的生活。但老頭自己覺得這本書跟他以前寫的那些教你生活品味的書不太一樣，這不是一本教你怎麼泡咖啡、怎麼挑亞麻襯衫的優雅指南，這是一本他在經歷了自己的中年危機，在自己快50歲時做了一個瘋狂的決定後寫下來的真心話。松浦在書裡提出了一個很有趣概念，他說50歲不是衰老的開始，而是人生的第二次誕生，也就是你的 second birthday。 既然是第二次誕生，那你現在其實就是一個0歲的嬰兒，或者是一個10岁的少年。你可以把过去那些累積的包袱、名聲、自尊，還有那些我已經這個年紀了，所以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的刻板印象，通通丟進垃圾桶。你可以重新像個孩子一樣，帶着好奇心去探索這個世界，去過一個有趣、開心、隨心所欲的第二人生。這話聽起來好像有點雞湯，對吧？老頭子，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也撇了撇嘴，心想說得倒輕鬆，50歲的人有家庭、有房貸，身體又開始出狀況，哪能像個孩子一樣隨心所欲？但當我深入看下去，發現他並不是在講那種不切實際的空話，而是非常具體的分享了他自己是怎麼做到的。所以今天老頭自己就想把這本書裡讓我自己覺得非常有收穫，甚至被點醒的幾個觀點整理出來跟你分享。我們不聊大道理，就聊聊怎麼把後半輩子過得更有意思。要聊這本書，我們得先看看松浦彌太郎這個人到底憑什麼跟我們談50歲後的生活。他不是一個只會坐在冷氣房裡寫漂亮文章的作家，他是個真的敢把自己的人生打掉重練的狠角色。在49歲那年，松浦彌太郎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跌破眼鏡的決定。當時他是日本非常知名的老牌雜誌《生活手帖》的總編輯，他花了9年的時間，把這本原本快要被時代淘汰的舊雜誌重新包裝成日本中產階級最愛的質感生活指南。那時候的他事業可以說是達到了巔峰，在出版界有着極高的地位和發言權的。如果是一般人到了這個年紀，大概就是想着怎麼在總編輯的位置上安穩的退休，或者更上一層樓當個顧問。但他卻在49歲的時候毅然決然辭職了。他去哪裡了呢？他跑去加入了一家網絡新創公司，叫做 Cookpad。這是一家教人做菜、分享食譜的社群網站。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嗎？一個49歲在傳統出版界被捧上天的大總編輯，跑去一家滿是20幾歲年輕人的網絡科技公司上班。他在那裡是年紀最大的人，但他卻是個最菜的新人。他對網际網絡的技術、程式碼、網絡行銷的專有名詞可以說是一竅不通。松浦在書裡非常坦白地寫到這段經歷。他說，他進公司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自尊和過去的頭銜全部丟掉。他主動跑去問那些比他年輕20歲，甚至可以當他小孩的年輕工程師，問他們說：“不好意思，請問這個網絡術語是什麼意思？你能教我嗎？”老頭 Z， 我看到這段的時候，心裡真的是非常佩服。到了我們這個年紀，最難放下的就是面子。要你在辦公室裡跟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低頭請教，承認自己什麼都不懂，這對很多中年人來說，簡直比要他們的命還難。但松浦卻做到了，他把這段經歷當成他第2次誕生的起點。他在這家公司裡，利用他過去的編輯經驗，幫 Cookpad 創辦了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生活網站《生活的基本》。他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原來自己到了49歲、50歲，還是可以學習新事物，還是可以跟新一代的年輕人合作。這段經歷讓他明白，讓我們變老的從來都不是年齡，而是我們那顆不願意再學習、不願意再冒險、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懂的僵硬心靈。松浦的這段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生活無聊，是因為我們給自己設了太多限制。我們總覺得我都這個年紀了，去學那個會被笑吧，或者現在年輕人的玩意兒，我哪懂啊？但松浦用他自己的經歷告訴我們，只要你願意把自尊放下來，50歲的你一樣可以當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菜鳥。接下來這點，老頭 Z 覺得是整本書裡最反直覺，也最讓我拍案叫絕的觀點。在聊到金錢的時候，松浦彌太郎提出了一個想法，他認為50歲之後最好的金錢狀態是稍微不夠的狀態。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
我們大部分人一輩子辛苦工作，尤其到了50歲，大家最想要的、最焦慮的，不就是想要賺夠多錢，存夠多退休金，希望自己後半輩子衣食無憂，金錢寬裕嗎？為什麼他會說稍微不夠才是最好的狀態？松浦在書裡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如果一個人的錢多到隨時可以買任何想買的東西，隨時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這個人很快就会对生活失去熱情，因為所有的東西都太容易得到了，你不需要动腦筋，不需要期待，也不需要去張罗。当你对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渴望，生活就會變得非常枯燥平淡，你的靈魂就會開始老化。相反的，如果你的金錢狀態是稍微不足，這會讓你保持一種健康的敏銳度。因為錢有一點點不夠，所以你想買一件好衣服的時候，你需要稍微存一下錢；你想去旅行的時候，你需要稍微規劃一下預算。你在買每一樣東西的時候，都會更珍惜、更認真地去挑選。這種需要稍微努力才能得到的過程，反而會讓你對生活保持熱情，讓你在得到它的那一刻感受到真正的快樂。老頭 Z， 我自己仔細想想，發現真的是這樣。當我們年輕的時候，錢不夠，每一次跟朋友去吃一頓大餐，或是買到自己喜歡的唱片，那種快樂可以持續好幾天。但現在年紀大了，口袋深了一點，去吃一頓高級餐廳好像也就那樣，吃完甚至沒什麼感覺。如果我們把一生的目標都放在追求100%的安全感和物質寬裕上，我們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殺死了自己對生活的好奇心和敏銳度。這不是說我們要去過貧困的生活，而是松浦建議我們不要把擁有超額的財富當成唯一的避風港，稍微有一點點缺口，稍微需要動動腦筋去安排生活，這種狀態反而能讓我們保持年輕。這是一種心態上的調整，讓我們不再被金錢的焦慮給綁架，而是學會去享受那個因為稍微不夠，所以每一天都過得更有心思的過程。那麼具體來說，50歲後的生活該怎麼過呢？松浦彌太郎在書裡提供了一個非常實用的方法，它叫做人生專案化。在職場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什麼是專案。一個好的專案，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概念，然後要有計劃，最後就是執行。松浦說，我們很多人在工作上很會做專案，但對於自己的人生卻從來沒有用過專案管理的思維。如果你把你的50歲後人生當成一個專案，首先你要問自己，這個專案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對松浦來說，他這個後半生專案的概念就是有趣、開心、隨心所欲。一旦這個核心概念確定了，你在做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的時候，就可以拿它來當標準。這件事兒會讓我有趣嗎？做這件事兒會讓我開心嗎？這是不是我隨心所欲的選擇？確定了概念之後，就是制定計劃和生活細節的設計。松浦在書裡分享了他自己非常具體，甚至有點奇特的生活習慣。例如，他把自己的晚餐時間固定在下午5點。這對很多上班族來說可能很難想象，但他說5點吃晚餐，吃完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可以消化、散步，然後早早入睡。這樣做讓他的身體狀態變得非常好。第二天早上起床時精神飽滿，這就是他設計的生活節奏。又例如，他規定自己每周3是不安排任何行程的放空日，在那一天他不上班、不約人、不看行銷資料，甚至不看手機，他就是隨心所欲地去散步、看電影或是發呆。他用這種方式給自己的大腦和心靈留出一片完全空白的時間，好讓新的靈感和好奇心能夠長出来。老頭 Z 覺得，我們很多人之所以覺得老了之後生活很累，是因為我们一直活在別人的節奏裡。我們照着社會的期待、家庭的需要去生活，把自己的行程表塞得滿滿的。但松浦的人生專案化教我們，50歲了，我們應該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導權，去設計你自己的作息，去調整你自己的飲食，去安排你自己的放空時間。這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只要這個計劃能符合你有趣開心的專案核心概念，那就是一個成功的專案。聊到這裡，這本書的核心想法我們差不多都過了一遍。最後，老頭 Z 想聊聊這本書到底適合誰？我覺得這本書不是寫給20幾歲的小年輕看的。那些剛出社會正要往前衝的年輕人看這本書，可能會覺得這大叔在碎碎念什麼啊？為什麼吃個晚餐還要規定5點？這本書是寫給我們這些已經活了半輩子，開始感覺到重力的人看的。具體來說，老頭 Z 特別想推薦給3種人。第一種是那些在職場上衝刺了大半輩子，現在覺得有點累了，卻又不敢停下來的人。你可能每天都在加班，覺得壓力很大，但你害怕一旦放鬆，自己就會被年輕人淘汰，或者被社會遺忘。松浦彌太郎用他49歲轉職的經歷告訴你，停下來或者轉個彎，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可怕。你可以把面子放下，重新去當一個新手，你會發現世界比你想的還要寬廣。第二種是那些對變老和退休生活感到極度焦慮的人。你可能每天都在看財經新聞，擔心自己的退休金不夠，擔心自己老了之後孤獨生病。這本書會給你不一樣的財務安全感。不是教你賺更多錢，而是教你怎麼在稍微不夠的狀態下依然過得豐盛、有趣。
它會讓你發現，變老其實可以是一場不需要背負太多自尊的溫柔冒險。第三種是像老頭 Z 一樣，生活變得有點一成不變，想要做點改變，卻又不知道該怎麼開始的人。松浦在書裡提到的那些生活細節，比如重新設計晚餐時間、安排無行程放空日、多跟科技和年輕人接觸，這些都是我們明天就可以在生活裡嘗試的小改變。老頭 Z， 我讀完這本書之後，最大的感受就是4個字：放過自己。到了50歲，我們真的不需要再跟別人證明什麼了。我們不需要證明自己有多成功、有多聰明、有多富有。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把自己的後半生過得有意思。我很喜歡松浦在書中最後寫的一句話，他說：“50歲之後，請你更溫柔地對待自己，也更溫柔地對待這個世界。”如果你最近也覺得心裡有點累、有點迷茫，不妨挑個安靜的下午，翻翻這本《50歲後我想這樣過》。不需要把它當成什麼教科書，就當成是跟松浦彌太郎這個懂生活的中年大叔坐下來喝杯茶聊聊天。我相信你也會在裡面找到一些讓你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過的啟發。